你是否曾觉得，身为女性背负着一份沉默且令人窒息的契约，一份必须时刻去感受一切，为你周围所有人感受的义务？也许有人曾告诉你，斯多葛主义是一座冷酷且男性的堡垒，一种由男人建立为男人建立的哲学，旨在压抑情感并将人类变成没有温度的石像。这种危险的误解可能使你远离了那个为保护你的平静而创造的最具变革性的思维结构。诚实地问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内心世界的统治者，还是一辆失控车辆上的乘客，被波动的积习和外部的认可所引导？如果你感觉你的情绪就像一匹野马，把你拖过焦虑的泥潭，而不是带你向目标迈进，那么你就是在没有必要盔甲的情况下运作。你并非注定脆弱，你只是被剥夺了通往自身力量的地图。让我们看看你日常存在的现实，剥去你为社会和外部世界所戴的光鲜面具。你可能生活在超级同理心的压倒性暴政之下，在那里你被期望成为家人、伴侣和同事的情感缓冲器，让你在一天结束时彻底被掏空。你感受深刻、生动且强烈，但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结构来容纳这种强度，它经常会变成混乱、后悔和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取悦他人的绝望需求，哪怕这会牺牲你的灵魂。你可能会在深夜醒着，反复回想对话，剖析语调，并问自己是否太多或太少，在这些极端之间危险的摇摆。这种持续反应的状态不是你的本性，这是一个尚未宣示其主权的头脑的症状。你精疲力竭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你背负了一个不属于你的重量。今天我们将粉碎哲学是一个男性专属俱乐部的神话，并将你自身心理通过的钥匙交到你手中。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如何压抑你的情绪或如何变得冷酷，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学习如何达到情感主权，一种感受而不被淹没，去爱而不迷失，以及当周围世界震动时仍如不可动摇的柱石般矗立的能力。这是关于从你反应的无助人质位置走出来，去承担你自己头脑的王位。在这段旅程中，我将确切地揭示5把古老的钥匙，被遗忘的斯多葛大师们的教训。这证明了这种智慧一直都是注定属于你的。最后，你将明白为什么女性气质的最强大版本不是在压力下破碎的那种，而是像水一样流动、适应并征服的那种。在我们交付这些钥匙之前，我需要你做出迈向这个新身份的第一个动作。订阅这个频道不仅仅是一个点击，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你已厌倦被混乱所引导。留下你的点赞，并在评论中声明你在哪里观看，并写下“我控制我的情绪”。这句话不仅仅是一条评论，它是你内心城堡的第一块基石，就在此时此刻被安放。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案在于对你所认为的真正力量进行深刻的战略性重新构建。几个世纪以来，斯多葛主义被错误地贴上了情感冷漠手册的标签，仅适用于战场上的将军，但其真正的本质要流畅和优雅得多。我们不是要求你变成一块岩石，在冲击下僵硬且易碎，我们邀请你变得像水一样，适应性强，不可能被打击所伤害，但强大到足以用坚持去侵蚀最坚硬的石头。不要将这种哲学视为一种硬化机制，而应视为一种为情感主权设计的复杂思维技术。它将外部期望的震耳欲聋的噪音转化为专注的内部宁静。这是关于用一种战略性坚定的振奋能量来取代持续反应的疲惫，允许你带着一种令混乱本身都感到畏惧的优雅去穿越生活的风暴。这种古老的智慧提供了对抗被贴上太情绪化或太敏感标签的现代暴政的终极解药。你现在必须吸收的核心原则是：美德没有性别，而理性罗格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男性的特权。当我们把斯多葛主义应用于女性体验时，我们解锁了内在城堡的女皇这一原型，一个感受深刻的女人。是的，但她绝不同意被这些感觉所统治。这就是拥有情绪和变成情绪之间的关键区别。通过采用这种结构，你获得了后退并观察你的冲动，而不盲目服从他们的能力。
你不再是被他人意见之风吹动的树叶，而是成为了支撑你自己世界的重力。这是从寻求认可到体现自我掌控的转变，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外部戏剧能够耗尽的和平水库。为了将这一点锚定在现实中，并消除关于你在这里的位置的任何疑虑，我们看向墨索尼·乌斯鲁福斯，伟大的斯多葛大师和艾比克泰德的老师。他通过大胆地宣布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追求美德的倾向和相同的哲学智力能力，粉碎了他那个时代的规范。他争辩说，智慧的研究不是男性精英的奢侈品，而是任何寻求真正自由的人类灵魂的绝对必要。另一位巨人塞内卡给他的母亲赫尔维亚写了慰藉信，不把他当作一个需要被保护以免受真相伤害的脆弱生物，而是当作一个能够克服最可怕痛苦的智力平等的对象。这证实了斯多葛之路从未对你关闭，大门一直开着。你不是在入侵一个男性俱乐部，你只是在索回一份理所应当属于你的理性力量的遗产。解锁你主权的第一把钥匙是接受一个被方便地抹去的历史真理：你的头脑和任何男人的头脑一样，都是为哲学而设计的。你可能是在这种暗示或公开的说法中长大的。女性是情感的生物，而男性是理性的生物，仿佛生物学在感觉和思考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限制性信念创造了一种毁灭性的内部冲突。你在压力下怀疑自己做出逻辑决定的能力，将智力权威委托给他人。你发现自己在请求许可去信任你自己的判断，感觉理性的坚定是你需要从男人那里模仿的东西，而不是作为一颗原生种子在你自身内部培育的东西。是时候根除这个谎言了，因为它是将你束缚于怀疑和犹豫的锁链。斯多葛哲学家穆索尼乌斯鲁福斯，伟大的艾比克泰德的导师，是一位革命者。他通过宣称女性也应该学习哲学，挑战了罗马的规范。他以尖锐的清晰度争辩说，女性从众神那里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理性、相同的感官和相同的身体部位。因此，为什么美德会是某个性别的专属？他教导说，勇气、正义和自我控制不是男性特征，而是美好生活所需的人类特征。想象一下2000年前这有多么大胆，一个男人断言灵魂没有性别，并且剥夺一个女人的头脑教育，就像试图通过剪断翅膀来教鸟飞翔。他知道，一个没有哲学的女人是一个没有顾问的统治者，容易受到任何攻击。把你的头脑想做不是一个用来被欣赏的装饰性花瓶，而是一块渴望锻炼的运动肌肉。当你拒绝给自己进行逻辑和韧性的训练时，你就是在让这块肌肉萎缩，后果就是情感的脆弱。社会可能告诉过你只去培养温柔，但大自然给了你智力的爪子，而你却拒绝磨砺它们。接受斯多葛主义不是像男人一样行事，它是尊重你人性的完整性，它是认识到分析一个问题，拆解它，并在没有戏剧性的情况下解决它的能力不是生物学异常，而是当你移除坚持认为你必须只是甜美的文化噪音时，你的自然运作状态。这种理解要求你面对你被社会化为智力被动的方式。很多次在会议或家庭讨论中，你可能为了不显得咄咄逼人或专横，这些用来诋毁强这类女性的词汇，而压制了你的理性声音。斯多葛主义给予你带着权威占据那个空间的许可。穆索尼乌斯鲁福斯提醒我们，哲学仅仅是对生活艺术的追求。如果你希望生活得好，如果你希望保护你的家庭和你的利益，你必须使用理性作为你的主要键。无助没有荣誉，真正的美德在于保护和指导的能力。这些品质需要一个敏锐且受过现实法则教育的头脑。通过拥抱这把钥匙，你不再将理性视为某种冷漠或遥远的东西，你开始明白逻辑是自爱的最高形式。当你用斯多葛式的清晰度分析一种情况时，你是在照顾你自己，避免由错误解读和过度反应引起的不必要的痛苦。拒绝被恐慌拖走是一种深情的行为。你会意识到你的女性直觉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快速的数据处理形式。当与结构化的理性相结合时，它变成了一种洞察力的超能力。你结合了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
敏锐的感知和坚实的分析。考虑水，我们的中心隐喻。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有不可否认的实体。它以同样的自然性填满杯子、湖泊或海洋。同样，理性充满男人或女人的头脑而没有区别。它呈现出容器的形状，但其本质、解决、流动和支撑的能力保持不变。说哲学不适合女性，就像说水不适合花朵，它是必要的营养。没有它，你在第一次干旱中就会枯萎；有了它，即使在最干旱的沙漠中，你也能绽放。由没人看见，但所有人在你存在时都能感觉到的地下储备所支撑。当你明白道德卓越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保留给少数人的天赋时，不够好或不够聪明的内部冲突就会消解。穆索尼乌斯坚持认为，重复的练习是锻造性格的东西。每次你选择理性回应而不是情感反应，你就在行使这个与生俱来的权利。你在用你自己的生活证明他的论点。这不是关于阅读布满灰尘的书籍，这是关于在当下那一刻，当有人不尊重你时，你访问你头脑中说这不属于我的那部分，而不是尖叫和哭泣的那部分。这就是应用哲学，这就是真正的力量。你必须拒绝敏感性是智力的对立面这一观点。它们可以共存，但智力必须是敏感性的守护者。没有斯多葛式的理性，你的敏感性就是向任何能量窃贼敞开的大门。有了理性，它变成了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在那里你决定谁进谁出。穆索尼乌斯·鲁弗斯不想要变成男人的女人，他想要成为主权者的女人。他看到了人类一半人口中被浪费的潜力，并呼吁我们纠正这个错误。响应这个呼吁是你今天能做的最反叛和最有尊严的行为。当你意识到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去思考时，解放就来临了。你的头脑是唯一真正属于你的不可剥夺和神圣的领土。让性别刻板印象统治你如何使用你的头脑，就是把你王国的钥匙交给那些不把你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的入侵者。斯多葛主义是你意识的独立宣言，这是你看向镜子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必须取悦的身体，而是一个必须统治的智力的时刻。这是从欲望的客体到力量的主体的转变。因此，这第一把钥匙的结论是一个身份的肯定。我的头脑是我的武器和我的盾牌。通过内化灵魂没有性别，你移除了你放在自己个人发展上的玻璃天花板。你授权自己变得聪明、战略性和逻辑性，而不觉得你背叛了你的女性气质。相反，你正在将你的女性气质提升到一个令平庸者畏惧的高尚和效能的水平。你不仅仅是一个感受的女人，你是一股思考、决定并以手术般精准行动的力量。第二把钥匙要求我们要面对这也许是你最大的痛苦来源，也是矛盾的，你最大的力量来源，你的敏感性。现代世界和生物学为你装备了一个高精度的情感雷达，能够捕捉到大多数人会忽略的细微差别。然而，当这个雷达没有过滤器，而你像吸收自己的东西一样吸收他人的情感垃圾时，冲突就出现了。如果设立障碍，你会因为冷漠而感到内疚，或者如果因挫折而哭泣，你会感到软弱。人们生活在爆发和压抑之间，令人精疲力竭的钟摆中。相信为了成为斯多葛派，你需要用水泥封住你的心，并不再感受任何东西，将你充满活力的内心变成冷漠的贫瘠沙漠。但斯多葛主义并不要求你杀死你同理心的花园，它要求你在它周围建造一座堡垒。想象你的敏感性，你爱、创造和滋养的能力是一个郁郁葱葱且稀有的花园。如果这个花园没有围墙，任何野兽都可以进入，践踏花朵并摧毁你所种植的东西。任何路人都可以往那里扔垃圾。斯多葛哲学，理性的纪律，是保护这个花园的高墙和铁门。别人察觉到的冷漠，并不是里面缺乏生命，那是围墙的安全，保证里面的生命只被那些拥有钥匙的人触碰。这种区别至关重要。感受是人类的既定事实，同意戏剧性是一种可选的选择。斯多葛派区分印象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或第一波情绪和认可接受那种情绪为真理并据此行动。
当有人侮辱你时，你可以感到愤怒的刺痛，那是花园的反射。但斯多葛式的堡垒是那次刺痛和你的反应之间的空间。那是你说，我感到这种愤怒，但我不会让它支配我的话语的地方。你变成了风暴的观察者，而不是受害者。水可以拍打岩石，但岩石决定留在原地。许多女性受苦，是因为她们相信感受太多是一个制造缺陷。现在重新构建这一点，感受太多就是拥有很多燃料。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定向的引擎，燃料只会烧毁房子。斯多葛主义就是引擎，它将情感的原始能量引导至建设性的行动。与其因为世界不公而哭泣，你利用这种愤怒以战略性的方式为正义工作；与其对孩子的忘恩负义感到绝望，你利用这种受伤的爱以坚定的冷静教导他们一堂关于自主的课。你将眼泪转化为战术，围墙花园的隐喻也将你从有毒的超级同理心中解放出来。你没有义务去感受所有人的痛苦。塞内卡说，我们要用干燥的眼睛和安详的面容分担朋友的痛苦。这听起来很刺耳吗？仔细想想，如果你的朋友在流沙中溺水，跳进去和他一起溺水帮不了任何人。为了救他，你需要站在坚实、稳固和稳定的土地上。你的斯多葛式稳定性是允许你成为他人真正支持支柱的东西。一起哭泣验证了痛苦，但保持坚定提供了一条出路。你表面的坚硬实际上是你最大的爱的奉献，混乱中的一个安全点。当你意识到保护保留了温柔时，硬化心肠的冲突就消失了。没有理性的保护，世界会让你变得痛苦和怨恨。你认识多少女性在多年的无底线付出后变得愤世嫉俗和精疲力竭？她们没有堡垒，她们让花园被践踏，直到什么都不剩。斯多葛女性保持她的甜蜜完好无损，因为她是有选择性的。她像女王给予接见一样给予她的同理心，带着标准、尊严和清晰的界限。他知道他的能量是一种有限且宝贵的资源。通过应用这把钥匙，你学会了优雅的说不的艺术。你学会了看着工作中或家庭中的混乱情况，与其将紧张吸收到你的身体里，这会产生疾病和压力。你想象你城堡的墙壁，你告诉自己，这发生在外面的那里，不是在这里面。你创造了一种健康的距离，允许你思考。这就像在一艘潜水艇里，外面的水压可能是毁灭性的，但在舱内，压力是受控的，氧气在循环。你生活在世界上，但不被它压垮。这种实践需要持续的警惕。自然的倾向，特别是对于被条件化去取悦他人的女性来说，是在他人需求的第一个信号出现时放下吊桥。斯多葛主义训练你在验证访客的凭证之前保持吊桥升起。正是这种暂停，这种理性评估的时刻，把你与反应性的女性区分开来。你不再是一本任何人都可以乱涂乱画的打开的书，而变成了一本神圣的文本，被守护着并指向值得阅读它的人展示。这增加了你的内在价值，并立即赢得尊重。这种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让你变得神秘和强大。你周围的人习惯了你的过度可用性或可预测的反应，将会因你新的冷静而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会试图按下你习惯的按钮，但按钮已被断开。以前有爆发或结结巴巴的借口的地方，现在有了深思熟虑的沉默和安详的目光。你变得不可触及，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自我保护。你在照顾花园，以便它能终生结出果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季节。以你的敏感性是一份礼物这一确定性来结束这一点，但前提是它有理性统治。这里的力量肯定语是：我保护我的花园，以便我的灵魂能够绽放。通过建立你的精神堡垒，你不是在将自己与世界隔离，你是在准备以你自己的条款与它互动。你是大门的守护者，墙壁的女主人，决定什么进入，什么留在外面的女皇。这是真正的情感自由。第三把钥匙，解决现代女性心理中一个深刻的伤口，对外部验证的依赖。从很早开始，许多人就被教导说，他们的价值是由他们被渴望、被赞美或对他人有用的程度来衡量的。这种内部冲突是痛苦的。你不断地寻求掌声，干得好，你真漂亮。而当这没有到来，
或者更糟。当批评到来时，你的世界就崩溃了。你感觉像是一株需要一棵树或墙壁来攀爬的藤蔓，没有这个外部支撑，你会感觉自己在地上枯萎。这种依赖性创造了一种结构性的脆弱，把你幸福的钥匙放在了陌生人、伴侣或多变的各种老板的口袋里。斯多葛主义引入了激进的自治概念、灵魂的自我管理和自给自足。这不是关于经济或社会的隔离，而是关于情感的独立。这是在你自己的内在城堡中找到满足和价值的能力。无论外面的天气如何，掌握自制的女性不需要别人告诉她她有价值，她知道她有，因为她的价值源于她的美德、她的性格和她的选择。这些是没人能给也没人能拿走的东西。她不再是藤蔓，变成了大理石柱。她支撑着自己，如果有必要，支撑着屋顶，但即使屋顶塌了，她也独自站立。想象一下，走进一个房间，不需要任何人喜欢你，就能让你感觉良好的自由。想象一下，发布一张照片或分享一个想法，而不像衡量你的尊严一样去检查点赞数。斯多葛主义教导说，寻求他人的认可就是把你的理智交给大众的疯狂。马可·奥勒留曾问，你想被一个每小时诅咒自己3次的人赞美吗？你想取悦那些连自己都取悦不了的人吗？这个视角打破了魔咒。你为什么要从如此不稳定的源头寻求验证？自制的美在于其不可动摇的优雅。一个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女人具有无限的磁性。她不是在猎取赞美，不是在祈求关注，她散发出一种吸引人的完整性，但她不依赖这种吸引力。如果一段关系结束，她感到痛苦，但不是毁灭，因为她的基础不是伴侣，而是她自己。如果她失去了工作，她失去了一份薪水，但没有失去她的身份。她就像深湖中的水，表面可能被风搅动，但深处保持平静和未受触动。这种独立是关系焦虑的良药。当你练习自制时，你不再把成为你幸福源泉的无法忍受的重量放在你的伴侣身上。没有人能长时间承受这个重量。通过为你自己的平静承担责任，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更轻松和更公平的伴侣。你分享你的生活，而不是耗尽它。你从富足的地方去爱，我满意并与你分享，而不是从匮乏的地方，我是空的，填满我。这动态地改变了你周围的所有关系。通往自制的道路涉及自我验证的日常练习。在一天结束时，与其等待别人承认你的努力，不如看着镜子并承认你自己。我今天正直地行事了，我很耐心，我很坚强。给你自己那个你期待从世界那里得到的掌声。斯多葛派练习夜间良心检查，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了解自己。当你了解你自己时，别人的意见就变成了仅仅是背景噪音，是不改变你是谁的真相的不相关数据。这里的隐喻是生根之树。公众舆论的风可以吹掉叶子并折断更细的树枝，但它不能吹倒树干。你的美不在于社会所重视的外部装饰、永恒的青春、时尚、地位，而在于你性格木材的坚固。自制使你对时尚和时间的波动免疫。当其他人绝望地奔跑，试图保持相关性时，你保持经典、永恒和坚定。采用自制是一种反抗消费文化的行为。这种文化从你的不安全感中获利。他们需要你感觉不完整，以便向你兜售下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斯多葛主义告诉你，你在你的理性和意志中已经拥有了你需要的一切。通过相信这一点，你关闭了情感钱包，不再支付社会认可的高昂代价。你在你的担忧上变得节俭，在你的平静上变得富有。这把钥匙以稳定性的承诺结束。你将不再是情感过山车，随着赞美上升，随着批评下降，你将是广阔而安详的平原。这一点的结论是对你力量的占用。我是我自己价值的源泉。通过声明这一点，你剪断了提线木偶的线，开始用你自己的脚走路，被你自己的指南针引导，走向你选择的目的地。第4把钥匙，解决你耐心被测试到极限的日常战场。领导力，无论他是作为母亲、管理者还是社区的支柱，场景很熟悉。孩子们尖叫，截止日期迫近，房子混乱，需求来自四面八方。
源于疲惫和绝望的自然冲动，是比噪音更大声的尖叫，通过恐惧强加秩序，或者在无助的泪水中崩溃。这里的冲突是一种感觉，即你正在失去控制，外部的混乱正在入侵并溶解你的内部秩序。你觉得你需要成为一个暴虐的将军来维持事情的运转，这产生内疚，或者成为一个奴性的烈士，这产生怨恨。斯多葛主义提供了第三条路，平静的沉默权威。想想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处理战争、瘟疫和背叛。然而，他写到了不被愤怒拖走的重要性。斯多葛式领导力，在这里我们也谈论斯多葛式母职，不基于声音的音量，而基于性格的一致性。斯多葛式领导者不尖叫，因为他不需要。他的存在是如此坚实，以至于混乱在他周围组织起来。当你尖叫时，你发出了你失去控制的信号，而孩子们或下属本能地感觉到了那种不安全感。这把钥匙的隐喻是飓风之眼，在你周围，风可能以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呼啸、发脾气、电话铃响、危机，但在中心的你必须保持绝对静止的点。这很矛盾，但情况越混乱，你就应该变得越冷静。你的冷静不是被动，它是一个锚。当一个孩子处于情感风暴中时，他不需要你和他一起进入风暴，他需要看到你没有被吓到，你是他可以停靠的坚实陆地。你的宁静是教他自我调节的东西。应用这一点要求你不要把日常挑战视为恼人的问题，而视为性格训练。打翻的牛奶不是灾难，它是接受的练习。不服从不是个人攻击，这是一个没有愤怒的教导正义的机会。艾比克泰德说，不要要求事情如你所愿的发生，而要希望它们如它们发生的那样发生，你的生活就会顺畅。通过停止与当下的现实，牛奶已经打翻的事实做斗争，你释放了高效且优雅的解决情况所需的能量。这种斯多葛式领导姿态移除了互动中的戏剧性，你建立清晰的界限和后果，并像自然法则一样公正地应用它们。当你掉了一个杯子时，万有引力定律不会生气，杯子只是掉下来。同样，你的规则应该是坚定且可预测的，没有说教或内疚的情感负担。如果你做 X， 后果是 Y， 简单、公平、不可动摇。这为周围的所有人创造了一种心理安全的环境，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从你这里期待什么。你变得像日出一样可靠。许多女性担心，通过变得斯多葛，她们会显得与孩子或团队疏远。恰恰相反，斯多葛式的正念意味着，当你和他们在一起时，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被关于未来或过去的担忧所困扰。你提供了一种高质量的存在，摆脱了污染大多数现代互动的焦虑。你倾听是为了理解，而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你的领导力变得鼓舞人心，因为人们追随那些传递安全感的人，而没有比一个统治自己的人更安全的了。此外，这把钥匙保护你免受微观管理的疲惫。斯多葛派知道区分什么是在他控制之下的，他的教导、他的榜样、他的规则，和什么不是他人的最终选择，孩子的脾气。通过放开神经质的控制每个结果的需求，你从背上卸下了成吨的重量。你尽你所能，并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其余的。这不是放弃，这是将你的能量聚焦在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你自己的行为上。斯多葛式的母亲或领导者是那种其认可被寻求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尊重的人。他是家庭依靠的岩石。当危机敲门，疾病、经济损失、事故，所有人都看着他。如果他恐慌，一切都完了。如果他坚定，整理可以整理的东西就有希望。成为那个参照点，是你所能为你所爱之人提供的最大服务行为。通过理解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痛苦是可选的，来结束这一点。你的家或你的办公室可能很吵，但你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寂静的圣所。力量的肯定语是：我是风暴的平静中心。通过体现这个真理，你将领导力从沉重的负担转变为有纪律的影响力和爱的高尚实践。第5把也是最后一把钥匙，带我们将女性能力推向极致，
灵感来自历史人物波尔西亚·卡托尼斯，卡托的女儿和布鲁图斯的妻子。故事讲述，当她意识到她的丈夫在计划某种危险的事情刺杀凯撒，并且因为害怕她作为女人一旦计划失败无法忍受折磨而不想告诉她时，波尔西亚采取了一个激烈的态度。她拿了一把刀片在自己的大腿上切了一个深口子，在绝对的沉默中忍受了数天的剧痛、发烧和感染。只有在那时，她才向丈夫展示伤口，并说：如果我能忍受这个而不发出一声，我就能忍受你的秘密。她证明了勇气不在于肌肉，而在于意志。波尔西亚解决的冲突是关于女性在痛苦和挑战面前脆弱的神话。很多次，你低估了自己忍受不适的能力，无论是身体的、情感的还是环境的。你逃避艰难的对话，推迟痛苦的决定，或避免必要的风险，因为你害怕受不了。社会条件化，你去寻求舒适和安全高于一切，去做需要被拯救的少女，而不是通过牺牲和钢铁般的决心拯救自己的女英雄。波尔西亚的实践显然不是邀请自残，而是对自愿忍受不适的一个发自肺腑的隐喻。它是为了向你自己证明你性格的力量而忍受困难的意愿。它是当你想抱怨时保持闭嘴的能力。它是当你累的时候继续在一个项目上工作的力量。它是即使出卖原则会更容易且更有利可图时，仍忠于原则。波尔西亚教导我们，勇敢是一个沉默的决定，在被外界看到之前，很久就在内心进行了斗争。想象在你的现代生活中应用波尔西亚的精神，这意味着与你的伴侣进行那场艰难的对话，而不崩溃成操纵性的眼泪，保持尊严和清晰。这意味着早起训练或学习，感受睡眠的不适并战胜它，向你的身体证明谁在做主。每次你选择艰难的道路，因为那是正确的道路，你就在引导这位斯多格祖先。你正在愈合你的意志，使它变得更硬、更具抵抗力、更可靠。这里的隐喻是淬火的钢，钢只有在经过火和打击后才会变得坚强。纯粹舒适和轻松的生活产生脆弱的精神，在压力的第一个信号下就会破碎。波尔西亚的实践是主动寻找小火、日常的小挑战来淬炼你的灵魂。它可以是一个冷水澡，一次进食，一天没有社交媒体，或者仅仅是听取不公正的批评而不回应的行为。这些看不见的练习积累了巨大的力量储备，这也重新定义了忠诚和信任。波尔西亚伤害自己以赢得丈夫的信任，表明她是一个平等的、共谋和命运的伙伴，而不是一个装饰性的点缀。对于现代女性来说，这意味着成为一个可以被完全信任的人。你的秘密在你这里安全吗？你的话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契约吗？在一个流言蜚语和肤浅背叛的世界里，拥有保险箱般正直的女性是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的。你的审慎就是你的尊严。对痛苦的恐惧是让我们成为懦夫的东西。当你看着痛苦、努力的、失去的、纪律的，并说我能忍受这个时，恐惧就失去了力量。你对障碍变得危险，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不害怕为她的信念流血饮欲的女人。你不再是生活的旁观者，祈祷没有坏事发生，而是变成了一个战士，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将站立。这把钥匙以最高昂的父权音符结束了我们剧本的主体，不是空洞口号的父权，而是血液和道德纤维的父权。这里的结论是发自肺腑的，我有能力忍受维持我正直所需的一切。有了穆索尼乌斯的逻辑、花园的保护、灵魂的自治、平静的领导力和波尔西亚的勇气，你拥有了完整的地图。你不再是开始这个视频时的那个女人了。工具已交付，钥匙在你手中，城堡的大门已解锁，现在剩下的就是你穿过它并承担在另一边等待你的王位的决定。哲学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它是你做的东西，而做的时间就是现在。主权女性不是神话，如果你有勇气认领它，它就是你的未来。既然内在城堡的钥匙已牢牢在你手中，你无能为力的幻觉应该在理性面前完全消解。你不再仅仅是你生物学的乘客或社会令人窒息的期望的被动受害者，你是主权且不可动摇的头脑的建筑师。
我们今天描绘的斯多葛女性的道路，不是一条压抑或冷酷的道路，而是一条至高提升的道路。在那里，情绪不再是奴役你的暴虐主人，而变成你选择听取或解雇的顾问。就像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无情的持续性来塑造峡谷的水一样，你的新力量在于适应任何容器，而不失去你生命本质的能力。世界将继续混乱、苛刻和喧闹，但你将带着一个确切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容忍什么的女性的沉默和可怕的优雅在其中穿行。然而，没有立即行动的知识只是智力娱乐，一个转瞬即逝的多巴胺峰值，第二天早上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与你未来的自我封存这个契约，并巩固这个新的力量身份，我要求现在就公开声明你的意图。去评论区写下这几个字：主权是我的名字，让这句话成为你新统治的第一个法令，一个向你自己和这个社区发出的清晰信号，表明你结束了与旧有脆弱的契约。此外，如果你是那少数吸收了每一个字并坚持到最后这一秒的精选人群中的一员，在你的评论中加上我坚持到了最后，这证明你拥有真正精通所需的罕见注意力和奉献精神。与一位你钦佩的女性分享这份宣言，帮助建立一个主权头脑的军团。他们不是通过同情，而是通过共享的力量提升。当你回到你日常生活的竞技场时，请记住，这种哲学的真正测试不是在这个视频的沉默中，而是在外面的世界震耳欲聋的噪音中。当下一次危机敲你的门，或者当下一次焦虑的浪潮威胁要升起时，立即停下来并访问你今天开始建造的堡垒。不要向诸天祈求更轻的负荷，祈求那位知道它的价值不可谈判的女皇的强壮脊背和受过纪律的头脑。你生来就有理性的能力，对痛苦的耐力和对和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要允许任何人让你相信相反的情况。做混乱中心的平静，做征服石头的水，并以绝对和不可动摇的优雅统治你的内心世界。大门是开着的，王位是空的，而他一直都在等着你，占据你的位置。